荣耀 Magic 3至臻版，是荣耀这个品牌少有的一款卖得很贵的手机。它既然价格卖到这个档次了，那它的实力如何呢？带着这个疑问，今天给它找了一个对手，三星 S21 Ultra。老规矩，在对比影像之前，先给这两台手机的模样投个票。你们觉得哪台手机更漂亮呢？觉得荣耀 Magic 3至臻版好看的打1，觉得三星 S21 Ultra 好看的打2。之前我们已经聊过了荣耀 Magic 3至臻版这台在影像方面比较不错的手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用 S21 Ultra 来跟它对比一下。这台手机呢是我们的长期对比机型，并不是因为它的影像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它降价太快了，卖得太亏啊，所以干脆就留下来了。下面呢，我们会用这两台手机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希望你们也可以喜欢手机摄影。前面这些精选样片都是用这两台手机拍摄的，并且用它们内置滤镜来编辑的。希望您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多出去走走，拍摄好看的照片。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长长由于学业的原因呢，不能参加拍摄了。我们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还可以帮助您了解手机厂商在影像方面吹了多少牛叉。所以记得关注我们哦。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Magic 3至臻版后摄是3颗干活的镜头，这3颗镜头的规格还都挺高。我们后面一颗一颗镜头的讲，其中那颗黑白镜头是辅助镜头，它是帮助其他3颗镜头成像的。S21 Ultra 后摄是4颗干活的镜头，没有辅助，没有凑数。后面它会跟 Magic 3至臻版每颗镜头进行对比。Magic 3至臻版后面我们简称荣耀。拍摄界面中4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最左边的那颗10倍是 3.5 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它不是单独的光学镜头，而且每颗镜头在切换的时候没有缩放画面。S21 Ultra 后面我们简称三星，它的4颗镜头都是光学镜头，就是在拍摄界面中的4个焦段切换按钮，每颗镜头在切换的时候有缩放画面，这点做的比较细。下面先对比主摄。两台手机主摄在硬件参数上主要区别是原生像素不同，三星那边高一些，但是默认输出的像素是差不多的。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荣耀的主摄跟华为一样，也会裁切4周画质下降的部分。来呗，上样片呗。从样片上看，两个主摄的成像风格比较接近，荣耀的视角比三星的窄，就是它裁了一圈画面吧。三星的天还是那么的蓝。看看中心的解析力怎么样？怎么第一张荣耀就虚了？这谁选的样片啊？这大太阳天的快门都上千了，它怎么虚了呀？这行吧，那这张不算。换下一组，从成像风格上看，两台主摄的风格还是那么的接近。看看中心的解析力怎么样？这回正常了，两台手机主摄的中心解析力都很不错。放大右上角看看边角画质怎么样？这里要说一下啊，荣耀的主摄确实会裁切掉4周画质下降的部分，但是它裁切的没有华为多。所以说它的边角画质还是能看出有下降的部分的，相比之下是不是没有裁切的三星看着更好一点？再换一组吧，这一组的成像风格依然是很接近，还是先看中心的解析力怎么样。中心解析力两台手机都不错，水平很接近。这回放大左上角，刚才放大的不是右上角吗？看看不同的地方。从画面上看，这两台手机左上角拍摄的物体不太一样，荣耀镂空的天比较多，可能比较吃亏。但是三星这边肯定跟它比是只强不次的。两台手机的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荣耀那边是5000万像素，三星这边是1亿像素听起来是三星的牛，那咱们放大看看是不是它真牛还真是它牛三星的1亿像素比荣耀的5000万像素强很多。
下面看超广角镜头的对比，这回荣耀该翻身了，因为荣耀的超广角真的很强，它有等效11毫米的超广角，非常的厉害。当然不止视角啊，硬件参数上，感光器大小、像素都是荣耀更好。好，上样片，从样片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荣耀的超广角视角比三星大一圈，只不过三星的天还是那么的蓝。这张图就是荣耀跟三星的超广角视角差距图，这个红边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可以看出来差距很大啊。在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之前，先说一下，荣耀的超广角视角非常广，那么在中心的物体呢就会比较小，那么放大之后就会比较吃亏，所以这个环节最好各比各的。两台手机超广角的中心解析力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焦段下都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超广角。放大右上角对比边角画质，这里要说一下啊，超广角越广，边角画质就越难把控。荣耀的超广角的视角就非常广，那么它的边角画质应该是不如三星的。虽然说三星的也有所下降，但是荣耀的紫边非常明显。那要是比画面相同的地方呢？或者说荣耀的超广角要是也裁切四周画质下降的部分呢？咱们放大看看，确实是荣耀的画质更好。那么问题来了，荣耀有这么广视角的超广角，那为什么不像主摄似的把四周画质裁切掉呢？就是把这个红边的部分裁切掉，那么它就是一颗又广画质又好的超广角了。它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是因为厂家也知道，摄影器材拍得到永远比拍得清更重要。再换一组样片，一组样片不过瘾嘛。从这组样片上看啊，先从颜色上说，我还是喜欢三星的色彩，但是荣耀的视角是真他妈好。那 OK， 看中心解析力，两台超广角的中心解析力都非常优秀。这回放大右下角看看边角画质，两台手机的边角画质都有所下降啊，但是三星的可能看起来更严重一些。那如果放大的是画面中相同的地方，那荣耀的画质依然是更好的。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支持微距模式，但是可能三星的拍摄效果更好一些。不过论到拍摄微距，三星的长焦也可以拍摄微距，这一点荣耀是比不了的。再看中长焦的对比，先看中焦镜头荣耀这边的硬件参数真是不错，感光器大小、像素都是它更高，但是光圈是三星的更好。这里有一个区别，荣耀是 3.5 倍，三星是3倍。长焦镜头这块荣耀就没有了它只能靠 3.5 倍的中焦来数码变焦，三星这边是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中长焦镜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能，就是对焦性能。荣耀的这颗中焦镜头在对焦测试中出现了对焦犹豫的情况，但是三星的中长焦对焦真是太优秀了，是教科书级别的，不管怎么测试怎么用，它的对焦都非常的可靠，无论是3倍还是10倍。刚才是3倍的对焦性能测试，现在是10倍的表现，非常优秀啊。先看中焦成像对比，两台手机的成像风格还是那么的接近。这里要说一下，荣耀的是 3.5 倍，三星是3倍，那么所以在物体放大上肯定是荣耀看起来更大一些，所以这个环节呢，放大起来看也应该各比各的。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怎么荣耀这边没有体现出高像素的优势呢？是不是反差太强了？那再换一组样片，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这回还差不多。毕竟荣耀的放大物体放大的更大，而且它的像素更高，那应该是它的细节看起来更丰富嘛。再看10倍焦段的对比，10倍的视角差距就没有 3.5 跟3倍的那么大了，但是还是有些区别。需要注意的是，荣耀这边是数码变焦，三星那边是10倍的光学镜头。那么放大以后，确实是10倍光学镜头的三星在解析力方面比荣耀强一些。虽然荣耀的 3.5 倍比较厉害，但是数码变焦之后也不行。再换一组10倍的对比样片这回是植物了，没有刚才岩石那么多细节。但是放大之后依然是光学镜头的三星比荣耀厉害一些无论是植物的纹路还是墙面的纹路。这个前摄长不在，可咋整啊？亮了！你那才亮，操！我这亮半天了啊！亮了吧？哇塞！前摄看见了吗？有前摄。什么叫前摄？就是前面有个摄像头叫前摄。我刚知道还有这个功能。必须的吗？你看。哇塞！这也太棒了！我跟你说，今天这一天，我把我前10年的自拍全用了。是啊，我操！原来前置摄像头是干这个用的。哇塞！你看帽子上这毛叨叨的一圈，是吗？我这都看不见。行，挺好，挺好，真棒！拜拜。看完了前摄的惊吓之后，咱们再看看人像的惊吓。两台手机拍摄人像的效果都非常不错。
不过呢 S21 Ultra 更稳定一些，就是在亮度方面。荣耀 Magic 3呢，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从这几组样片中就能看出来，其他的问题没有。总之，这2台手机拍摄人像都非常 OK。之前的节目已经介绍过荣耀 Magic 3至臻版在成像扩张度上的特点，就是它的 HDR 非常的暴力，但并不是它的感光器动态范围很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它单独的节目。从这组对比样片中就可以看出来，荣耀在暗部细节提亮上做了很多功夫，这点跟华为很像。但是三星这边呢，暗部的细节也是有的，只不过它在极力还原当时的明暗场景。放大之后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荣耀那边在暗部上的细节也不是很丰富。三星这边暗部的细节很清晰，但是明暗的层次没有荣耀那边看着明显。各位更喜欢哪家的风格呢？欢迎在弹幕中说出你的看法。不过放大亮部的细节还是三星的更好一些，荣耀那边的细节已经丢失了一些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风格也是如此，荣耀这边极力提亮暗部细节，三星那边的暗部细节看着没有荣耀的多。但是放大亮部细节的话，依然是三星的亮部细节更丰富。再换一组主摄的对比样片，一样是荣耀这边暗部细节丰富，但是亮部，比如说树的地方没有三星处理的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暗部上荣耀看起来非常的暴力，亮部上三星处理的更好。三星的亮部细节看着是又晃眼是又清晰。下面再看夜景拍摄的表现，注意荣耀是自动夜景，对，它的自动夜景关闭不了，这点我们在单独说它的节目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如果你有不懂的或者你感兴趣，可以去看那期节目。跟上一组一样，城市灯光照明环境下，主摄的表现，荣耀的暗部细节看起来更丰富啊，毕竟它有自动夜景加持嘛。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的表现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荣耀的眩光更强一些。它不光超广角有眩光，主摄的眩光在某些条件下也很强烈。三星的主摄也是有眩光的，但是巧了，这个场景下它就是比荣耀强。再换一组更暗的场景，比刚才城市照明环境更暗啊，荣耀的表现强于三星。超广角的表现也比三星稍微强一点点啊，没有主摄那么强啊，毕竟它有自动夜景嘛，三星还没开夜景呢。女流氓小巷是个非常非常暗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手机都得打开夜景模式了。从荣耀的取景器中你们就可以看见它有多么的暗了，荣耀的取景器还是非常的亮的。在这个场景下我非常怕女流氓来劫我，但是为了你们我就拼了。此场景下主摄的表现，打开夜景模式之后，三星的表现更好一些，主要是清晰度方面，三星更清晰。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三星的更好。那下面就是祖传神树场景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暗的场景，从取景器中你们就能看出来它有多暗。在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也是三星的稍微更好一些，主要是各个景物之间的区别啊，颜色上，比如说树啊、花啊、草啊，稍微比荣耀的清晰一些。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别分谁更好了，反正都很费劲的。那下面一个场景就是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家祖上英文不错，后面还有祖传神树 Ultra 呢，只不过这次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哪台手机可以胜任那个场景。好啊，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比较接近，树的阴影部分的细节都没有拍出来啊。当然了，如果放大看的话，肯定还是会有区别的，但是没必要吹毛求疵。超广角在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下都不能搞定了。下面看看视频录制的表现，我们用的就是默认设置，跟大多数人一样。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白天走路防抖表现，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可以说是都很不错。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的颜色都非常漂亮，但是清晰度方面是三星的更好。现在是中焦镜头的录像表现，荣耀是4倍，三星是3倍。从防抖上看，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不错。现在是10倍镜头的录像防抖表现啊，咱就甭说防抖了，从清晰度上看，荣耀这边就不行。现在是夜晚城市照明路段的主摄防抖表现啊，两台手机的表现比较接近。但是荣耀这边的眩光比较大，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半斤八两了啊！虽然说颜色显示不同，但是品质基本相同。视频对比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三星的表现真的很棒啊，荣耀就不行了啊！这是主摄啊，这个场景下哪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没搞定过。公园设计方面，大家前面应该已经投过票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选的。
就我个人而言呢，稍微更喜欢 Magic 3指针版，只不过它这个后摄区域真的太大了，估计以后的手机都不可能变得太小。厚度、重量、尺寸方面，咱们就不说冰冷的数字了，反正都是 Magic 3指针版更大。之前觉得三星 S21 Ultra 已经够厚够沉的了，但是相比于 Magic 3指针版，它还是个弟弟。处理器方面，荣耀这边用的是最新的888 Plus， 性能方面比三星要强，但是离日常使用感受最近的屏幕素质方面，依然是三星的更出色。硬件方面咱们就说这么多啊，毕竟大家都知道，游戏性能啊、发热、跑分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的影像方面的表现。这两台手机，一台是国产新贵啊，确实挺贵，另一台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的手机。他们俩在主摄上的表现都还不错啊，相比之下 S21 Ultra 更出色，主要是高清模式下的效果更好。超广角的表现绝对是 Magic 3指针版更厉害，怎么比怎么看都是它更好，而且赢得很彻底。中长焦的表现还是 S21 Ultra 更好，除了中焦像素上的劣势外，结合中长焦的对焦能力以及长焦的素质结合起来看，还是 S21 Ultra 更出色。成像宽容度的对比中就不好说谁更优秀了，荣耀的暗部细节更好，三星的亮部细节更优秀，最终的决定权还是留给各位吧。您认为谁更优秀呢？夜景的表现上，三星的表现稍好一些。首先是它可以做到所谓的直出，而荣耀的自动夜景是不能关闭的啊。虽然它隐藏得很好，这点在单独聊它的节目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再说到了极暗的场景下，三星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综合来说，三星的夜景表现比荣耀稍微好一点，微距、人像的表现也是三星好那么一点儿。录像的对比中，综合各镜头的表现还是 S21 Ultra 更出色。OK， 到结尾了，希望您对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心里已经比较清楚了，也希望对您在选购方面有所帮助。那么记得关注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